没事吧？谢谢神。快走！小心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快走！快起来！快走！快走！芷溪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是心元散，药石无疑。只有再给他半颗心，他才能起死回生。你若剜心的话，会失去半数仙力，修行尽毁。你当真愿意？他跳桥之后，所有修习都是为了他。以我之力无法救他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以仙力相护，护你二人周全。颜丹，因为我收集过那么多仙尘，这一次就让姐姐为你下一场星星。知悉会永远保护颜丹，再不食言。颜丹，你那个心中只有仙途的姐姐，已经变了。恭迎清理应渊帝君归位。你回来了，帝尊。东极清离帝君应渊罹难而归，幸未殒命，吾心甚慰。此乃三界福旨，广降星辰，敲天钟，暂朝3日，众仙同庆。帝尊洪恩，帝君洪福。先前，吾得知你陨身凡界，一度痛楚悔恨。如今见你平安归来，吾总算是安心了。只是帝君，吾记得当日在九重天明明出现了白日流星之景，却为帝君陨逝才会显出的奇象。现如今，你毫发无损，
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陆明为救下我，私用法器，篡改纪事，此乃天界重罪。若是被人知晓，恐遭责罚。回禀帝尊，白日流星是我刻意作画，在凡界遭受袭击，仙衣破损。因为担心此人重返追杀，只好借假死之相隐匿行踪。竟然有人敢对你下手！不仅如此，我下界彻查仙魔大战，本该携带仙衣，却被别人动了手脚。如今这么看，削我仙衣和袭击我之人，定与当年大战有关。能够消除你的仙意，还知道你下凡的身份，前去奇袭，应该是天界的上仙。你与他交过手，能回忆起他是谁吗？此人仙力雄厚，使用的天界仙法招式非常的冷僻，只是我看不出任何门路。而且那个人，他会魔界的不传之谜——傀儡术。傀儡术？难道说，是魔族隐藏在我天界的奸细，并未铲除干净？上一次仙魔大战来算，应该有900年了，想必已成大祸。帝尊息怒，我与他几番交手，留有线索。既然已经回来，我定会查出此人，查明真相。对了，你的仙衣破损，这对于罹难的凡人之躯而言是灭顶之灾，凶险万分。若没有人为你调理仙力，你必当仙灵破损而亡。凡界可有人相助于你啊？助你之人，按天条当拔升仙级，赏1000年修为。之前只惜他下凡之后为你开了这条通天之路，让你回来，无必会加赏。如有人助你，你可一并报来。眼下贼宁未除，封赏之事如果传出去的话，反为他们惹下祸端。而且那些人不在乎天界殊荣，只愿自由自在。哦，是何人如此洒脱呀？是窒息的胞妹，颜淡以半颗汉淡之心，才令我历过死难。颜淡，之前在瑶池盛宴上上演折子戏那个颜淡，后来跳下了无桥，你宁可碎了仙灵，也不愿忘记他的颜淡吗？他如此钟情于你，那你从始至终亦对他情深至切。从前是我不愿承认，可是如今我只想直面本心。应渊，应渊，你糊涂啊！虽然现在天界禁律稍有缓解，但是天条守戒仍是不容有情。帝尊，我有愧于他。此次返回天界，为的是尽帝君应负之责。待做完应渊该做之事，我只愿血迹下凡，只做唐周。这万年的修为，天界帝君的尊荣，你都不要了吗？我已经在这3界做了万年的清离帝君，无喜无忧，无爱无惧。余生，我只愿为自己活一次。纵然一世之缘，终不可挽回。还望帝尊成全。帝尊，我因取走帝旨，致使野兰山山崩地裂，众妖家园尽毁。
还望帝尊不恩，还夜阑珊往日之情。夜阑珊本便是穷山恶水，只因帝旨一落，才化为宝地。如今物归原主，一切如旧，这是合情合理。吾如果出手干涉，那便是违背天道。可是，好了，你不用再说，万事万物抵不上你的仙命。即便你是铁了心要削级下凡，也得等身子将养好。吾会派人继续调查之前大战之事，你不用再管了。当心点儿，这可是帝尊亲刻，甚是珍贵，千万别磕碰了。诸位仙将为何在此啊？这碑……哦，帝君下凡历难，故而不知。此乃宋英碑，盖因仙魔大战后，天界仙神凋零，帝尊深为感怀，以碑文记下此生功绩。前阵子，碑上镶嵌的宝石差强人意，我等奉命前来更换。此碑极耗人力物力，是哪位仙君提议的？并非仙君提议，乃是帝尊亲自提出。帝尊向来不喜铺张，行事从简，也并非好大喜功之人，怎会为自己树碑立传？吾乃天地之尊，灵之所长，修心救世，是为帝责。为何？帝君，小仙挂念多日，不知帝君可否安好？很好。陆明，参见帝君。你在这儿呢？帝尊让你去寻一宗卷轴，我可是打扰你们叙话了？无碍。帝君下界数年，想念瑶池花节，只是在向我询问近日花期。帝君，5日之后会有天狗10月天象，瑶池夜旦昙花，美不胜收。帝君刚历难而归，正宜赏花静心。好，那小仙先去当差了，告辞。天狗10月，夜旦昙花，狗蛋。陆明话中有话，真正相约之地，乃地衙的茅屋。昔日落难，他能及时赶到，如今又急忙约见，必是察觉到了暗害之人的蛛丝马迹。5日之后，亦是元旦的生辰。夜阑珊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我而起。
帝君，这几日的凡界传信都在这里了。本君自己查阅便可，你下去吧。我们天信观地处偏僻，分外阴寒，常年以法器火晶取暖，我已给您准备了一支。你的身份不宜在天界现身，还不速速隐去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的记忆都恢复了，那你为何没来问我，在凡界时你和颜淡的过往？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，便猜出了你隐瞒的原因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多问？哎呀，我和天界那些道貌岸然的神仙可不同啊！我是担心你重蹈我旧主人的覆辙。不过如今看，那个小花精的确对你是情深意重。行了，你们的婚事呢，我同意了。你要是想违抗天规，我随时帮你。没有风泉谷的信，果然是被劫了。火晶乃天火淬炼而成，坚硬难碎，怎会突生裂痕？此火燃得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有人动了手脚。太幽，帝君，没伤着你吧？巡守天兵向我汇报天信观走水，我便立马赶来了。南边火势甚重，我去那边搭救。帝君，这儿交给你了。太幽宫离此处甚远，他为何来得这般快？天信观的各处我已经勘察完毕，并没有发现可疑术法的痕迹。也许是火晶久未更换，使用多年，暗藏隐患。此火燃得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幸亏你我二人及时赶到，将火扑灭。天信观的焚损并不严重，只是烧毁了一些书信。感谢应元君相助，使我免受失职之罚。星君不必多礼。7日未至，他手中却并无黑斑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号称练兵100年，实则连火都防不住的天界仙兵太幽草帮星君大总管吗？前仙兵总管火德元帅，还是如此威风啊！应元君，我还需要向帝尊复命，先告辞了。正好，你且去问问帝尊，本帅当年当仙兵总管时，天界可曾烧过1块布，丢过1根草啊？元帅，太幽当年当真这般勤勉，100年练兵，从未休息吗？可不是嘛！
美其名曰练兵为重，日日在兵场从早睡到晚，下界看巡这种苦差啊，都交给别人去做。我还以为能练出什么奇兵呢，果然是表面功夫、绣花枕头，草包一个。看来去过凡间的那位神秘人不是他，又或者太幽亦不过为人走狗，那此事可比我预料的要严重多了。当年应渊君把兵书送给本帅，只求本帅布好这个房间，救下那个无赖的小仙士。可是本帅没能办成，本帅一直是心中有愧，但又不知道向谁弥补啊，只能是一直留着这个房间了。唉，这些年，天界的众位仙家以为你早已陨世。那太幽小人是想尽了各种法子，想从本帅这里骗走那本兵书，门儿都没有。如今你回来了，这兵书也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。太幽素日带兵，只知以蛮力和法器取胜，何时竟会排兵布阵之法？谁知他打什么主意啊？当年不过魔族几剑，就吓得破了胆。此等小人，怎能领阵带兵啊？当年仙魔大战，帝尊也曾向我诉过苦，说太幽游华自保，绝对不能委以重任。可现如今，顶替了本帅的位置啊！不对，帝尊向来言行合一，若是下过此论断，他又怎会让太幽担任军职呢？帝尊变了，天界变了，这天界已不是本帅熟悉的九重天了，一切全都变了。北冥仙君在战中被杀，帝尊在大战后撤改天界律法，我也是为查此事下凡，旋即遭袭，桩桩件件皆与当年大战有关。这大战定有问题。老元帅，你可告知我下凡历难期间，天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燕丹，我们两度分离，昔年我为你种下的莲花也都枯萎了。此处鲜有人质，这东西是何人所放？帝君既然找到了这个瓷瓶，应当是顺利归位了。小仙，先行恭贺。我刚刚在凡界救了罹难的帝君，存下此刻，却知晓帝君若回到天界，定会来问我是受何人所托，护你平安。我曾经受一位恩人挚友所托，要永远守护帝君安危，我必信守承诺。虽然我不知道帝君什么时候罹难结束，但我知，若帝君回到天界，定会重返地衙，所以，我将答案存在了瓷瓶中，留在此处，待帝君查阅，自有分晓。
既然你决定了，此次去凡间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。总之，我去意已决，你别再劝我了。若是你不怪我任性，还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从此以后，你便替我守护应元君吧。原来陆明口中的那位挚友，这就是有人诺，心头喜，两次惋惜。燕丹，我欠你这么多，要我如何偿还？这是那盏最名贵的琥珀灯，你怎么给打碎了？啊，这是琥珀灯？对，这么巧的吗？不怕，我把它修好。你还来这做什么？严兰山不欢迎你。子言，你别冲动，他毕竟还救过你姐姐呢。坏人本来就是他引来的，他还毁了我们的家，害严丹姐姐受伤。山主大人和严丹姐姐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你的妖法精进了，既然学会打人了，怎么，日后是不是要同我较量一番呢？严兰山之所以能够风调雨顺，全凭应渊帝君的地旨庇佑。现如今，他只是取回了自己的宝物，我们也无权责怪，对吗？快回去吧，戏台上还需要这盏灯呢。走吧，子言。青离帝君大驾光临野兰山，所谓何事？当年，我不喜九重天上的规章严苛，不通人情，而如今，我在人间走了一遭，我才明白，正是有人为了大义，牺牲了自己，才守护了三界。正是因为他们，才会有像我、像小妖这样的众生逍遥自在。物亦人非，何必强求？你有你的责任，我也有我的责任。你回去好好履行你帝君的职责吧，我也要守护我的家人。你走吧。
若我偏要强求呢？给我把后那一位，都应战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居天规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往年随，空有热烈我一回。春天回来了，天庭变回来了。姐姐你看，春天回来了，狐族又有粮食了，爹爹可以不用愁了。哪怕一次有去无回，葬我真心与红尘同美。可错过，可养悔，放左右情人的悲。若一切回到最初，沉香重燃，你是否可以回心转意？您还想让我说多少遍？你我之间绝无半点可能。可是你刚才已经回头看了，不是吗？燕丹，我愿意等，等你重新走向我。我送你的香炉已经在这儿了，只要此心此情仍在，余温就永远不会消。我是帝君，也是唐周。等我完成帝君之责，唐周就会回来，和你相伴余生。